我是主动去隔离的，却没想到进的是人间地狱。我觉得我熬不过今晚了，现在终于能慢慢的体会什么叫做死亡的恐惧了。真的很可笑，没有人相信我。这是一位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湖北肺炎女孩在微博留下的遗言。这位女孩微博名为博曼儿，从1月25日，她就在微博发表她最新的 CT， 并表示如果这次能活下来，一定要和家人好好度过后半生。1月29日开始，她持续在微博贴文，介绍患病后在隔离区的具体情况。根据博曼儿的介绍，她于1月24日进入湖北省天安门市第3医院隔离病房2楼15号床位，之后就持续发烧，院方每天给她2颗奥司他韦和2顿饭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在发病之前，博曼儿就要求做 CT 和血常规检查，但医院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了她的要求。从除夕开始，博曼儿出现发烧症状，持续至今。博曼儿向护士表示，她认为医院现在的方案不行，护士却回复，我们的方案只有这么一个。根据博曼儿的微博，她的病情在30日和31日迅速恶化。30日时，护士来帮博曼儿量体温，她就因为太虚弱无力应答。护士见状，紧张地跑进来，不停地拍打她的被子，问她怎么了，怎么没有动静了，人是否还在？虚弱的博曼儿努力挣扎后发出了微弱的声音，护士才松了一口气。博曼儿在这篇微博的最后说，细细品，我们不造谣，不信谣，更不制造恐慌。当日下午4时，博曼儿发文说感觉自己情况有所好转，希望能够出现奇迹。但就在31日，博曼儿却发现自己已经出现了并发症。他说，我躺在床上，我起不来了，还是不给输液，营养针也没有，这是我的遗言了。对不起爸妈，我对不起你们。他在微博绝望地说。在这篇微博的下面，博曼儿同时配发了一张图片，图片用手机的备忘录写道，我知道今天过了，我应该就会死，我的呼吸衰竭，身体也动弹不了，3医院不给打针，营养针都不给打，我是主动去隔离的，我真的没想到进入的却是人间地狱。进去隔离，每天2片奥司他韦，不给输液，什么都没有，吃的伙食也很差，根本不能提高免疫力。我没想到我会死得这么早。昨天凌晨被安排去了人民医院，我以为我要得救了，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我即将要死的结局。我突然卧倒在床，身体乏力，没有办法动弹。我知道我快要死了，但人民医院根本没有要管我。我动弹不了，我快要死了，我起不来，里面直接不给我倒水，给了我一个水壶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烧水。真的没有想到这一次居然会要了我的命。我还这么年轻，我就要死了，我真的很不甘心。我父母和舅舅还傻傻地认为我会得救，应该听从医院的安排。我都快要死了，医院医生也没有人来，根本对我就是不管不问。对于父母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很抱歉。我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要幸福快乐地活下去。我也希望弟弟好好学习，努力学习。太多的话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我知道像我这样发病的人，然后死在这里的肯定不少。我们是如此的相信政府，现在就落得这样的结局。从1月31日晚9点到10点37分，博曼儿连续发表了4次微博，多次强调外界没有人相信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了，就连父母也被医院欺骗，认为他很快就会好起来。所幸的是，2月1日，博曼儿再次发布微博，表示自己挺过了一晚，但医院在2月1日掐断了他的氧气。他说，没想到他们再联合起来谋杀我，我真的死不瞑目，我的父母还被蒙在鼓里。
医院一直说给我最好的方案，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做。伯曼尔还在最后强调说，一定会有人觉得我还能玩手机就没事儿，我是真的在求救，没有人会拿生命来蹭热度。我到现在还没有确诊，我一定要挣扎。伯曼尔的微博还提到，他所在的3医院以及后来转到的人民医院都死了很多人，他指官方宣传的全部都是捏造。我要把所谓的隔离全部爆出来，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伯曼尔的父母竟然被警察找上门，称他在微博上和抖音上发表的都是负面新闻，并要求他删除。伯曼尔强调，我人就在医院隔离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他的微博被疯狂的 diss， 有人说他是被迫害妄想症，被海外媒体利用，小粉红们全都在骂他撒谎夸大事实。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母亲生病得不到确诊和治疗的妹子，也是被小粉红们各种谩骂和侮辱，最后竟然还被迫道了歉。让我们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上想想，当你处于濒死边缘却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救助的时候，你的内心会如何的无助和沮丧。说他勾结境外势力的人，难道你没有看到他在1月24日的时候转发了一篇关于上海首例冠状肺炎患者被治愈的文章，还表示不愧是上海，这速度可真牛。这还不是明显的显示他曾经为这个国家的医疗系统感到无比的骄傲，可当他自己去亲身体验的时候，才发现其中这不堪入目的真相。可是在2月2日，我正在录制视频的同时，我看到他在微博发文表示，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对疫情的关心。本人现在在天门市第1人民医院2号楼3病室，前些天确实由于病情突然发作和呼吸极度窘迫，濒临死亡的感觉，个人精神格外的紧张和恐惧，在平台上发表的言语有所欠妥。经过医生和亲人的沟通和疏导，现在状态有所调整。感谢支持我的人和帮助我的医护人员，我也在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，每天吃药和量体温。如果你觉得我蹭热度，请不要再关注我，谢谢，因为没有人会拿生命开玩笑。我已经删除了这些天的微博，尽量不对医生和医院造成各种舆论的影响。从病情发作、呼吸窘迫到现在，医生说病情还可能会再恶化。目前我也依靠医院送的饭增强自身免疫力，不管这个免疫力是不是能战胜病魔，我都会尽力克服困难。无论最后结局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勇敢面对。再次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，希望大家一起努力，早日战胜疫情。湖北加油！在此也有眼尖的网友表示怀疑，那姑娘其实是死了，这文章是刽子手给发的。真相到底是怎么样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用心想想这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，我想你自然能够辨别是非。但是我在这里真心的希望，迫于舆论的压力，他得到了应有的救治。我也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出院。后续我也会继续跟踪报道更多关于武汉乃至中国疫情的真实消息。请大家帮我分享、留言、按赞，还没有订阅的不要忘记订阅，也记得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视频再见。